这是神仙的越狱方法，把卫生纸沾水捏成小圆球，再往里挤上牙膏，使劲的揉搓，然后包起来，捏成大大的粘球。佛波勒给他解开手铐的同时，把大粘球塞进孔里，就算以后锁上了门，还是一推就能开。再展开监狱里边的牛奶盒，把里边那层薄薄的蜡膜挑出来，洗干净之后，趁机贴在密码锁上。佛波勒留下4个指纹之后，接下它，有了4个数字，剩下的就是排列组合了。再开始无时无刻的聆听狱警行踪。他知道狱警每次押送完犯人都会去天台抽烟，所以他每天就有6分钟的自由时间。摸清了日常规律，龙哥开始注意起了监狱布局。他似乎看出这座森严监狱的薄弱点在禁闭室，因为这座7100万美金建造的监狱却紧挨着一个毫无防范的消防站。于是龙哥故意找到一个很坏的犯人，把他打成重伤之后被锁在了禁闭室里，用手轻轻一推，开始输之前试好的密码。来到监控室，把录像往前调2分钟，赶紧通过消防管道进入隔壁的消防站。狱警还在上面玩忽职守，他已经换好了消防服。此时同伴引爆一辆小汽车，他正好搭上消防车溜了出来，趁大家都在手忙脚乱，偷偷从车底出来。第15次越狱圆满成功。不过他可不是什么罪犯，而是专门替联邦监狱局测试最高安全度的监狱，用假身份被关进去，靠自己逃出来。直到这天，佛波勒的高官找到了他，可他说的这所监狱没人知道在哪，但龙哥还是接下了这单。保险起见，手下还在他手臂里打进了定位器，可一出来他就被枪电晕。找到定位器之后，还被强行挑了出来，炸碎。这下同伴们也找不到他了。被打了睡觉针之后，他昏了过去。再次醒来之后，他看到了一个人模狗样的典狱长，他觉得太暴力，说出了撤离暗号，想要走。可典狱长已经跟他的合伙人勾结好，要把他永远关在这里，关一辈子。这是一个没有人能逃出去的监狱，牢房全部都造在空中，就连大小便都透明可见。狱警是囚犯数量的3倍，甚至还要备个5米大的足球全天监视。可第一次出去放风，就有个老家伙找到了他，这同样是个狠人，他叫老诺，上来就问龙哥要不要帮忙，俩人却直接打了一架。龙哥上来一拳之后，老诺还了他一个铁头功，可旁边的狱溜子却不嫌事大，俩人只能疯狂的扭打，就看谁能挺到最后。不久，狱警把他们电倒，送进了强光禁闭室，这里边室温达到了51度，在里边待着可真是煎熬。虽然被晒得严重脱水，但也找到了他想要的漏洞。接下来他需要老诺搞到一块金属片，老诺只能去疯狂咒骂典狱长，气得典狱长直接把他放倒，被5个佛波勒按住之后，猛烈的往他嘴里灌水。前10秒老诺还能应对，20秒的时候已经是撑不住了。直到结束，老诺已经是将近晕厥，只能不断的往外吐着咸咸的海水，但也趁着佛波勒不注意，搞到了想要的铁片。龙哥拿到铁片，他们又一次打架，进入了禁闭箱。这次一进去，龙哥就拿出事先擦好牙膏的铁片，原来它折射的热量可以把钢钉膨胀0.04立方厘米。再忍着剧痛把几个钢钉取出来，掏出面包在嘴里咀嚼几下，开始给老诺发信号。老诺开始大喊大叫，果然吸引了典狱长的注意。龙哥趁机拿出面包挡住了摄像头，打开板子，顺着管道钻了进去。可电线突然断了之后，管子开始疯狂的喷水。龙哥还算是艰难的爬了上去，可打开盖子上去之后懵了，怎么事儿？原来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峡谷，而是一望无际的大海。想跳海，跳个屁，他只能回去。可当他回去之时，那海水已经喷薄而出，一个不小心就掉在了积水里。他只能拼命的往外游，可他爬梯子的速度还是赶不上海水上升的快，不一会儿就淹没在了水里，只能凭借那顽强的毅力爬出来。盖好板子，再放上铆钉，正好被带了出来。可典狱长还是发现了他越狱的企图，开始趁他睡觉的时候去吵醒他，等到不得不睡的时候，就使用警棍把他打醒。连续3个月的折磨之后，龙哥已经不成了人样。可他们一旦停止殴打之后，龙哥又开始找到了新的方法。男人在裆部里制作的越狱工具，一片白纸板，一副眼镜，再加上一支笔和个塑料管，简易版的6分仪就做好了，是拿来测方位用的。让同伴假意去和典狱长交易，获得去甲板上朝拜的机会。同伴测好方位之后，龙哥马上判断出纬度是在30度22分的回归线无风带内，而马桶的水流是逆时针旋转，就是在赤道北边。通过昨天进来的新囚犯，知道今天是11月20号，这个时候还能有这么湿润的空气，在这个纬度上，除了暴乱的加勒比海和管理严格的中国东海，就只能是在摩洛哥的沿海了。知道位置，他就开始给医生装起了可怜，再故意挨刀到医生那里报道。果然没几次就把医生心疼得够呛。和医生说了真实身份之后，那医生果然替他们发出了求救信息。龙叔这边开始敲击墙壁，偷听了龙哥的敲击信号之后，典狱长迅速判断出3区将会发生暴乱，于是果断派出4倍警力去检查3区牢房。龙哥这里就只剩下了2名狱警。真正的暴动开始，龙叔直接打倒一个，抢下他的手枪，几人迅速往上爬去。可就快来
来到甲板，那门却是电子锁，再使劲也打不开。龙哥只能下去关闭电路。那小电工拿个家伙还想和他比试一下，可谁知一拳就被撂倒。等龙哥关闭电源，老诺果然能打开。可上飞机之后，龙哥却没上来。这边的典狱长以为困住了龙哥，丝毫不急。可当手下恢复电力之后，水箱开始冲水，龙哥也被冲了出来。老诺发现之后要救龙哥上来，可典狱长却在后面疯狂开枪，问老诺要了把手枪，稳稳接住之后打向了船上的油管。典狱长也随之消失在了火海里。可过来接老诺的竟是当时中情局的高管，原来他是想让龙哥去救自己的父亲。可龙哥真正生气的是那个陷害自己的合伙人，手下把他蒙晕之后，他的车门再也打不开了。在这个地方应该没人能找得到他了。等船到岸的时候，估计他早就开始抽了。